撅嘴瞪眼睛，五官飞来飞去。赵露思怎么演女傻子了？传闻中的陈芊芊让大部分人都认识并爱上了赵露思。小女孩可爱又灵动的样子俘获了一大批粉丝，因此市场对她出演太学女弟子出身抱有期待。如今豆瓣评分为 4.3， 呈下降趋势。剧情乱，服务差，一男两丑，男主女主毫无 CP 感。可以说国子监来了几乎承包了低成本古装戏的所有短板。一，在碎玻璃下寻找糖果。与大 IP 大制作不同，小成本木偶戏缺乏童话武侠的大框架，在题材上无法表现得更深刻。主要观点，无论是今年上半年的小成本黑马鱼刺小仵作，还是刚刚圈粉的大制作你是我的荣耀，都在说明一个道理：甜宠必有在合理流畅的剧情下发挥，只有撒糖，观众才能成功吃到糖。反观国子监，剧情混乱。第一集中，赵露思饰演的太尉之女桑琪在回家的路上救了一名女子。就在我以为男女主角之间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这一幕戛然而止。然后桑琪回到家，被救的女儿突然找上门来训斥她。桑琪很快就用四川话骂回了大东北话，还被女儿怂恿给男一严云志送了一个钱包。因为女二喜欢男一，所以主动了为女一男先搓创造机会。在这里，桑琪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，想要进入国子监读书。剧情设定在宋朝，历史上的宋朝只有名门望族的人才可以进入国子监学习。之后，女主苦苦哀求父亲，又参加了一场笑话般的考试，轻松通过。和之前的万古绝尘一样，这次考试暂时局促，既看不出女主真的想进，也看不出一句话就能进的国子监是不是值得记住。最重要的是，就算是有意的合作，想让男女主有更多的肢体接触，也不可能一个钱包就送3集吧。这3集没有什么特别的，男女主要甜甜蜜蜜，才认识几天，捏脸、抱团、转圈、潜水，一遍又一遍地套用着甜宠秀的套路，就是看不出有什么甜头。脆弱的剧情，时而女主过来吐槽什么，时而男主故意甩脸，时而关心女主。不明白，还以为男主是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。好笑的是，他还喜欢开老掉牙的玩笑。那个吊打场景有什么用？反正没看出男主有智商，女主好像是个白痴。你以为坏掉的只是剧情？从国子监的书房到女主的沐浴，各种服务场景和我们今天走在大街上看到的7日连锁酒店很像。再加上女主突出的最时尚的金发色，镀金层层叠叠站在阳光下 bling bling 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。这么浅的水坑，赵露思潜入水中一点都没有被淋湿，而且还用了双倍。正剧里一排穿黑白 T 恤的工作人员怎么回事？他甚至不是最混乱的。女主进入国子监后，并没有看到简介里说的相爱2人一起追查旧案扒内奸，而是想到了写到哪里去。作为北宋最高学府，国子监的主要职能是培养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和明经，但在剧中并没有出现。紧接着城中发生一起命案，男主严允之开始了智囊团的实地考察。先不说狗捡老鼠，毕竟编剧估计是想制造悬念，可怎么办？一路上留下的红色粉末怎么了？什么样的肇事者可以如此愚蠢？难道他毒死自己来免费打广告，让自己出名？甚至在早期的《少年包青天》中，包青天也是在书院读书判案的，也就是先读书再判案。喜剧、校园、轻悬疑，所有的元素都想要让人无从解释什么。如果男女主能有 CP 感，拍出甜蜜的感觉，国子监还有救。毕竟大多数甜宠的剧情都经不起推敲，观众就是想吃糖也别指望剧情好。但是国子监烂了，爱情戏也烂了。首先，男主真的是没眼力，吹牛的时候一副尴尬白痴的样子。前面说了，2人刚认识，捏脸、拥抱、扭来扭去，一起潜水，并没有营造出应有的甜蜜。频繁的肢体接触，观众看到的只有男主油腻腻的外表，女主浓浓不合时宜的睫毛膏和瞪大的眼睛。
我怎么相信这是被心上人报的？我觉得还不够猥琐。散乱的剧情加不吸引人的男主加站不住脚的 CP， 观众真的很难在玻璃渣里搜到甜头。2. 瓶颈期的赵露思。一开始我知道这个人是在综艺里讨论演员演技的。刚刚打脸成功的制片人兼编剧于正在节目中对赵露思十分欣赏。小姑娘聪明可爱，别看小年纪，凭借哦，天雷1号的皇帝陛下、春花秋月、意外捡到爱等一系列甜宠剧收获颇丰，在甜宠市场站稳脚跟。去年播出的《传闻中的陈芊芊》更是俘获了一大批粉丝。可爱、洒脱、豪放，略带迷茫感，她塑造的荧幕形象就是这样。但长期停留在演戏的舒适圈，观众很容易对演员产生审美疲劳。遇到国子监这样剧情乱、制作差、演员不尽如人意的剧，赵露思的短板立马暴露无遗。从目前甜宠剧的整体制作水平来看，像陈芊芊这样的低成本精品剧难求，很可能是暗淡的。撅嘴、瞪眼、飞扬的五官，这已经不是赵露思第一次被吐槽韩式演技了。在这部《国子监》中，处处可见她的韩式演技。为了考上国子监，听到要自己一个人参加考试，桑琪瞪大了眼睛。国子监偶遇颜允之，瞪眼。拜师仪式上，颜允之撕开荷包瞪眼。这韩国人瞪眼太过分了，我真的是有点辣眼睛了。更何况女主被颜允之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张嘴、转头、瞪眼三招凭空冒出来，把我拉回到几年前看韩剧时的霸道恐惧中，真想大喊阿西。拍摄《传闻中的陈芊芊》时，赵露思坦言参考了韩剧的演技方法，她用一些剧反复看，演吧，这个角色有点鬼，反应是太大了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。她也愿意在日常生活中打造属于自己的韩范儿。某音制作的短视频中，赵露思各种模仿千颂伊，张嘴瞪眼大喊啊的样子栩栩如生。说实话，这组表演倒是很符合她的颜值，短下巴、小嘴巴，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，傻萌萌气的美少女。国内没有这种类型的女演员，所以赵露思演的鬼马仙子很抢眼，但人们很难以同一套情绪去感同身受整个剧情。国子监这部剧绝对是她演艺生涯的滑铁卢。随着剧情的播出和发酵，观众对剧情的讨论逐渐转向对赵露思演技的批判，她的前途岌岌可危。此前很多网友都称赞她是赵丽颖的接班人。从目前来看，无论是对角色的用心，还是对作品的选择和敬畏，赵露思都没有赵丽颖的1/10。长期在某声拍摄短视频，并没有帮助赵露思真正走进观众心中。说到底，要证明自己是不是好演员，还是要靠作品。在短视频中表现出色，总能与观众拉近距离的赵露思更迷恋她，但在作品中，她是陈芊芊和桑琪，除了赵露思，也就是说，观众喜欢你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你的每一件作品。在社交媒体上过多地展示自己，不利于塑造自己的性格，让自己的演员形象更受欢迎。归根结底，无论是电影还是网剧，角色与观众之间都有距离。为了保持一定的神秘感，演员在生活中必须主动切断与观众的联系，作家也是如此。更何况，韩剧的女主早已不再撅嘴、瞪眼、飞来飞去了。机智的医生生活2，最终小花还是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台词功底。国子监用的是原声，声音沙哑，含糊不清，遥控器上按了7、8个键，还是听不见桑琪在说什么。剧情很突兀，感觉女主是随便从街上拉来演戏的，卖点鱼龙混杂，冲突不明显，男女主没有 CP 感，剧情走向也很扑朔迷离，难怪观众只打了4分。